在经济乏力、民怨加剧、军队动荡的背景之下，中国进入到了2025年。让人担忧的是，中国仍在经济放缓的困境中挣扎。这一排小吃店啊，全都完犊子了，这2个也黄了。这个烤鱼关门了，这个牛肉面也撤店了。你知道今年的餐饮有多残酷吗？我带你去看一个这个美食街啊，当年非常辉煌。你看看这个美食城里面这些餐饮有多惨。这个美食街啊，当年非常的辉煌啊，一铺难求。有的时候为了要一个铺面得多花几十万。现在这个里面你看啊，很多大牌都已经撑不住了，只剩1、2家店呢，还是苦苦在这撑着。他们呀，只能做的呀，也仅靠一些外卖，这是能活下来的。广州白云一个商场整层楼的餐饮商家全部没了。今天猴哥过来回收唯一剩下的一个商家。作为唯一一个商家，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电梯你可以承包下来，整层楼的广告全部都可以打成你的。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的商场里边，干餐饮业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实体经济正在走向消亡。今天在批发市场转了几圈，逛市场的人寥寥无几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市场的阵阵寒意。时代的洪流将传统生意冲击得七零八落，大部分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垮了。先知先觉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历史的车轮只会滚滚向前。作为实体商家，被时代无情的裹挟，原有的生意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当下的环境。你不调整，你不改变，你不学习新的营销方式，就只有被时代淘汰。给大家看看我店铺外面是什么情况。现在是下午1点钟，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此时此刻街道上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个是晚上8点钟，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街上的人啊也是非常的稀少，寥寥无几。这边前2年不说人山人海嘛，但是行走的人还是陆陆续续有吧。但是今年这个情况，你们看啊，就有的时候出去一看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是这么的奇怪。我怎么感觉这深圳又回到20年前了呢？到处都是地摊了。这里是特价到什么？特价到什么？2025年，中国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，无疑就是经济问题了。专家学者们早已经发出了各种经济预警，但被中共晋升。在过去1年里，北京当局虽然也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，但消费需求依旧是疲软。那么如果连北京、上海的消费都失速的话，那么全国的消费什么时候才能够好起来呢？北京现在好多家庭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有的家庭拿个3、5千出来都费劲。你们可别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连个3、5千都拿不出来。听我说完了，你们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。今天上午呢，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，吐槽了有大半个小时。他说房贷呢还不上了，已经逾期好几次了。现在公司呢又裁员降薪，又竞聘上岗。他虽然幸运没有被裁员，但是呢岗位也被调整了，收入下降了5000多。今天我带大家看看现在的实体经营有多艰难。这个呢就是离我家挺近的一个便民市场，在西五环内。之前呢是一家洗浴中心，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才改成了菜市场。没想到还不到半年，这个市场已经干不下去了，已经人去楼空。据说啊，含这个店的老板啊，裤衩子都赔掉了，据说外面还欠了债。按理来说啊，他背后啊背靠着一个大型的社区，这种便民的菜市场不应该这么快就干不下去的。再看看现在北漂族的真实生活现状吧。北京1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，中午12点竟然连一个吃饭的人都没有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前几年特殊情况的时候都能做到2000的成绩，现在能有1000就偷笑了。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工作，一天下来还不到900，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得下去？朋友家的店已经关门转让了，他家店是10月1花了8万转让过来的，装修半个月用了2万多，谁知道只营业13天就转让了，两口子每天就差睡在店里了，可也还是只有200-300的营业额。真的是太难了，难的我都不想说话了。我这个店开了已经有6年了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星期一没人，星期天没人。你说是餐饮店开的太多了，竞争压力大也就算了，但是我看大家都没人呀，难道说这些人都不吃饭了吗？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时候感觉很火爆，哎，我感觉自己又醒了，有时候就感觉马上就要倒闭了。昨天盼星星盼月亮，盼了一桌人，熬到凌晨3点半，今天从中午到现在马上4点了，又熬了这么一桌人。这不是凌晨12点的街头，
这是7点40的街头，没有人啊，空空荡荡啊。像不像鬼城？像不像？操，吓不吓人？一个鸟人都没有。妈的，全倒闭。如今，中共官员们又想到一个新的救经济方案，就是重提所谓的中国经济光明论。2025年1月3号到4号，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会议上宣称，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。蔡奇提醒官员，他们的任务是要全面推进宣传思想和文化工作，要讲好中国故事。但讲好中国故事，真能把经济救活吗？我们先来看看京沪两地最新一组经济数据吧。这一线城市都不消费了。最近啊，有个数据炸开锅了，就是11月北京和上海的社零数据出现了断崖式下跌。北京呢是负增长17.5%，上海呢负增长13.5%。那啥是社零数据啊？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。你看这购物节刚过去，按理来说消费应该是有所回暖才对啊，那为什么连北京、上海的消费都断崖式下跌呢？这说明了啥呀？这说明老百姓的钱包呢，可能真的有点紧。之前是没少听说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啊，那各种消费券都撒下去了，结果呢？你觉得反应明显吗？京沪两地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下跌记录，看得让人触目惊心。这可是特别需要看重的信号，因为一个是帝都，一个是魔都，这可是全中国最有钱的2个城市，有着全国最大的消费资源与人群。过完年真的不想来北京了，现在的北京是淘汰穷人的时代，只要一天不上班我就会焦虑，不知道房租从哪来。那你打算回老家吗？老家更不乐观呀，现在连生产力都没有了。你在北京的收入高吗？不高啊，只是在别人眼里很高。直至现在到手也就几千块，除去2000块的房租，吃饭就没剩什么了。现在只要一天不上班，我就会焦虑。上半年还租的北京的房子，下半年跑燕郊区租的房子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在财富中心上班，你不知道经济有多萧条，而且失业率高的可怕。我正式失业了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那个劳动合同到期，公司不再续签的北漂女孩。今天于我而言是个至关重要的日子，也是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天。下午，我和人力资源部门完成了赔偿协议的签署，提交了离职申请，也顺利的跟我的领导完成了工作交接。尤其是拿着那沉甸甸的离职证明，心中莫名涌起一股不舍之情。虽说早已知晓这一切迟早会来，但当真要离开的那一刻，内心充斥着繁杂的情绪，既有对往昔工作的眷恋，也有对这熟悉环境的怀恋。说实话，经济特别不好。上午刚跟那个领导，然后就是今年第2次被裁员，今年怎么说心里难受吧？因为今年这是我这个公司第一次被裁员的时候，大概是2024年的上半年，但是我在这家公司干了7年，然后呢，也是公司业绩不行嘛，然后就被裁了。看到民众面临这样的大萧条环境，连生存都艰难，仅靠宣传所谓的中国经济光明论，恐怕真的是很难突破困局了。我现在广州上下九的上九路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条上九路啊，有点什么吧？因为可以看到这两旁很多商铺啊，都倒闭了，应该是倒闭的吧？招牌都拆了。如果是临时关门的话，不可能这个招牌都拆掉的。这家也是。大家看看现在的经济环境到底有多差。这以前是我们整个金沙洲最旺的美食街，现在很多店铺已经是关门了，有的是冷冷清清，基本上没有人。前面那边呢还有几个 KTV 全部倒闭了，现在我们想要唱个 K 都找不到地方。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0几亿的中国人拉不起我们的经济啊！实体的实体倒闭，电商的电商也说不好做，有钱人每年离开了好几百万人到了国外去，我不要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你们敢相信吗？广州白云万达也不行了。这是上海阿姨，这是排名第1的鸡排，大多数门店都是正在招租，旺铺转让，整条街空空荡荡，所有的人流量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。今年猴哥来到白云万达这个地方收了不下10家店，但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感觉真的彻底凉了。
侯哥听说当时金街的铺子买下来几百万，但现在降租半价也租不出去，看来今年的生意是真的不好做了。2025年第一天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党媒发文重申东升西降，但罕见承认现在中国发展要应对的风险挑战、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，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，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大量存在，各种黑天鹅、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会发生。1月2号，中国时评人林飞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文章表示，极不情愿等待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一年的到来，似乎是今年跨年之际中国人民的真实感受。对普罗大众来说，活着本身成了2025年的社会基调。此外，似乎还有一种不惜一切豁出去的意味。文章指出，这种全国性的普遍不满正成为新常态，遍及落后的小县城和发达地区。这1976年10月政变前的情形非常的相似。看看现在北京就这种离奇的现象，早先这川流不息的大马路车流不息，现在没有车，没有，商铺里也没有人，这写字楼都空空的，租不出去，完犊子了，没人，哪儿都没有人啊！这大礼拜六、礼拜天的哪有人？现在的经济就是这种状态了，完了，彻底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